座红色的城门完工于1884年，叫做北门，也叫承恩门，面向北方，有承接天恩的意涵。屋檐微微往上翘起，很有特色。北门是早期通往大稻埕最主要的出入口，现在则是台北5大城门中唯一保留建造原貌的城门。它不但见证了台北市的城市历史，现在跟周边的台北邮局、国立台湾博物馆、铁道部园区等古迹建筑整合成北门广场，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热点。在夜晚灯光的照射下，北门就更具历史悠远的柔美风情。等一下，别忘了来拍张照哦。下一站是西门町商圈，这里就像是韩国首尔的明洞，日本东京的新宿，充满青春活力，也是各国游客必定到此一游的景点。西门町有电影街、流行服饰、街头画家与艺人、动漫书店等，加上面线、卤味、杨桃冰等美食小吃，满足了观光客的味蕾。在这站下车，转搭捷运就能抵达百年古迹龙山寺，在袅袅香烟中祈求观音菩萨保佑。不会讲华语没关系，只要虔诚的拜拜，神明也能听到你的心愿。
面就是总统府，前身是日治时代的台湾总督府。它不但是台湾最高权力中心，也是国定古迹。外观典雅庄严，呈现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风格。长方形的内部空间，中间设有连接桥，形成一个日字造型。外围是办公室，中央是集会空间，旁边两侧是中庭花园。总统府在第2次世界大战时曾经遭到轰炸，严重毁损。1946年完成修复。除了欣赏外观，你可以上总统府网站阅读参观资讯。平日周一到周五，或是每个月1次的假日开放，都欢迎你来参观。接下来你看到的蓝白色调的建筑物，就是台北市非常受观光客欢迎的景点，也是知名地标国立中正纪念堂。中正纪念堂在1980年完工后正式对外开放，占地25公顷，包括纪念堂主体和两旁的国家戏剧院和音乐厅都是中式建筑风格，气势雄伟。中间那栋白色方形建筑体搭配宝蓝色的八角屋顶，外观以蓝白2色为主，象征自由平等。整体园区是中式传统庭园，曲桥、石径、池塘等设计典雅优美。环绕园区的回廊还有镂空花窗，非常别致典雅。
我们来到台北市巷弄文化的发源地永康街，这里自在慢活的态度和在地独有的人文美学，让永康商圈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。巷弄里有各具特色的咖啡厅、茶馆、特色小店，贩卖着文创商品，还有来访游客一定要吃的台湾美食，包括皮薄多汁的小笼包、汤头浓郁的牛肉面、酸甜沁凉的芒果冰。在永康街巷弄里漫步，享受慢活风情。你可以休闲地和老板聊天，享受一个愉快的下午，同时体验台北庶民生活的样貌，也为旅行创造了不同的乐趣。窗外即将出现一大片绿意，这就是号称台北之肺的大安森林公园。在高楼大厦林立的都会里，提供了宽阔舒适的自然生态空间。公园里遍植花草树木，各式各样的花卉增添了鲜艳的色彩。公园中央的音乐台常举办各种音乐表演与活动。近年进行萤火虫复育成功，繁殖季夜晚时，一点一点的亮光就是萤火虫在生态池里发光。公园里到处可以看见飞舞的小鸟、蝴蝶，在树枝间跳跃的松鼠，就像是纽约的中央公园一样，为忙碌生活中人们疲惫的心灵找到放松休息的空间。
临江街观光夜市，俗称通化夜市，不但是国民美食天堂，观光客也相当喜爱。这里白天是菜市场，黄昏时刻一到，就摇身一变成为热闹的夜市。夜市里有100多家摊位，各种美食小吃应有尽有，很多都是超过30年的老字号，像是大肠包小肠、黑白切、蚵仔煎、仙草冰等，都是实惠又美味的小吃，有机会一定要来尝尝看。除了美食，服饰、鞋子和皮包也应有尽有，附近还有知名的宠物街呢。台北101大楼，楼高508公尺，地上101层，地下5层，是台北的地标。2004年完工后，在长达5年的时间中，都是世界第1高楼。在2011年7月份，更取得LEED白金级认证，成为全球知名的绿建筑。台北101由建筑师李祖原设计，像一株节节高升的竹子。27楼以上的塔楼由8个像元宝一样层层相叠的斗所组成，象征才高8斗。建筑上显眼的古铜钱装饰，象征财源滚滚，而外圆内方的造型也呼应了1和0这2个数字。台北101是游客来台必访的景点，千万不能错过哦。
信义商圈是台北市的指标性商业中心，有台北曼哈顿之称。商圈里有金融机构、百货公司、饭店、影城、时尚餐厅等等，白天和晚上各有风情。假日常举行活动，人潮不断。街头艺人各具特色的表演，也为这里注入了朝气与活力。信义商圈的街头角落散布着各式公共艺术作品，表现着前卫与张力，让高楼林立的单一街景增添了些许变化。观光客漫步在其中，常能与公共艺术不期而遇，感受到无比惊喜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捷运市政府站，捷运站旁边的市府转运站是台北市前往基隆、宜兰、罗东、新竹、台中等地的公路运输转运站，车班密集便利，是台北东区的重要转运枢纽。捷运市政府站1楼是公路转运站，地下2楼是台北捷运板南线，地下2楼到7楼是百货公司，8楼到31楼是5星级饭店。从捷运站地下连通道可以经过百货公司，直达台北市政府。忠孝东路上也有多线公车，不论是洽公、逛街、购物、用餐都非常方便。现在看向窗外，这栋有着黄色大屋顶，屋顶上翘角有如大鹏展翅的建筑，就是国父纪念馆。
这栋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100年诞辰而筹建的建筑，由知名建筑师王大闳设计，1972年落成启用。馆内的常设展览介绍孙中山先生建立中华民国的经过，也可以看到国父当年的手稿和相关文物。入口大厅国父铜像前，每小时举行3军1队交接仪式，你可千万别错过。跨年夜一到，这里更是台北市区内观赏台北101烟火的最佳地点之一。
捷运忠孝敦化站是台北东区最热闹的地方，这里交通便利，百货公司、餐厅聚集，国内外名牌服饰或连锁店的总店也几乎都在这里。为了满足逛街人潮，酒吧和茶饮店越晚人越多，形成特殊的夜间风情，也使得这里的夜生活显得时髦又热闹。在繁忙的商业活动中，这里的公共艺术，像是忠孝敦化路口安全岛上由巨大的不锈钢板、花岗石组合而成的树河，或是前面敦化南路树荫下的红色大鸟笼，带来清新的文艺气息，值得细细欣赏。台北捷运为市民带来便利的交通，也让来访的游客畅行无阻。捷运忠孝敦化站到忠孝复兴站有一条东区地下街连通，还设有座椅供民众休息，里面有美食餐厅、服饰用品店、便利超商等，游客可以不受天气影响，轻松购物。在地下街的一个角落里，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，民众可以借书看书。另外，忠孝复兴站4号出口附近有一条艺文廊道，展出台湾艺术家的画作、摄影等作品，缤纷美丽的创作让路过的行人心情也跟着愉快了起来。捷运忠孝复兴站，这里充满活力，人潮不断。大型百货公司、知名品牌服饰连锁店、特色餐厅、咖啡厅、KTV、Pub 都在这里落脚。有些人气餐厅总是高朋满座，还要领号码牌排队入场呢。到了傍晚时分，店家亮起五彩缤纷的招牌，招揽客人。小巷里的 Pub 和咖啡厅都是3、5成群的上班族前来聚餐聊天，放松心情。还有24小时的泡沫红茶店，到深夜依然挤满年轻人，仿佛不夜城，也让台北市的夜晚风情更加迷人。
华山创意文化园区，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酒厂与樟脑厂，后来樟脑厂停产，酒厂搬迁，2007年转型为文化产业园区，成为台湾文创园区的旗舰基地。老厂房与仓库里经常举办各式展览与表演，仓库空间也变身成文创商店、特色餐厅、电影院等，还有户外剧场和宽阔的草地。每到假日，总是人潮不断。夜晚的华山，在充满设计感的灯光照射下，已有100年历史的老建筑显得别有风情。欢迎你来感受这迷人的艺文气息。
台北车站，是1887年启用至今的第5代车站，里面有铁路、高速铁路、桃园机场捷运线、台北捷运等交通系统。旁边还有公路客运和公车转运站，是台湾建筑规模和运量最大的铁路车站。每天有数十万人次的旅客进出，还特别新设了穆斯林祈祷室，提供多元友善的环境。台北车站1楼和地下1楼可以买到中西式糕点、茶叶、肉干、卤味等各种伴手礼，也有好吃平价的台铁排骨便当。2楼还有牛肉面、台湾小吃、各国美食料理，是观光客必访的美食集散地。